女人从床上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被丈夫铐住的。正在疑惑的时候，丈夫竟直接开枪自杀。女人本能的想赶紧离开，可是两人的手却铐在一起，无论女人怎么用力都挣脱不开。她绝望的大喊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而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报复，还要从一场红杏出墙讲起。2天前，小美与另一个男人欲语还休地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。老黑在宾馆暧昧的氛围中意乱情迷，但当他靠近情人想要一亲芳泽时，女人却如受惊的小鹿般快速躲开。他逃到洗手间里，满脸纠结地对老黑说 This isn't gonna work. We can't do this anymore. 老黑见小美这般态度，也不着急，而是循循善诱地蛊惑她。I really care about you. You can't say you don't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me. 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抗得住真挚而热烈的告白。小美心中情感如波涛般剧烈起伏，她怕再待下去会犯原则性的错误，于是抓起衣服便要离开。老黑见状，苦苦哀求小美明天再见一面，可小美却果断拒绝了，因为明天是她11周年结婚纪念日，这么神圣的日子实在不方便出来偷吃。第二天，小美打扮得如一朵娇艳的黑玫瑰，她一踏入老公的办公室，便看到一本卷宗，映入眼帘的是小美遍体鳞伤的照片，以及一个凶神恶煞的独眼龙，这让小美脑海中一闪而过一些可怕的画面。丈夫的出现打断了她的回忆，发现老婆的手中握着独眼龙的照片后，却显得非常淡定。You know that's only gonna trigger your anxiety. 但小美想要搞清楚丈夫翻出这个卷宗是要干什么。身为律师的丈夫表示，他即将假释这个男人，这令小美十分不满。当年就是这个男人入室抢劫，害得她差点丢掉小命，多亏她当时强悍，戳伤了男人的眼睛，才有机会获救。如今10年过去，这种人竟然还要放出来为非作歹。丈夫没理会小美的抗议，比起这些，更在意的是丈夫今天没穿她喜欢的红裙子。It's still time to stop by the apartment and change. 丈夫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，小美在这段压迫感十足的婚姻中，时常感觉自己只是他的乖巧木偶。就连今天的结婚纪念日，小美也必须按照他的安排严格执行每一步。俩人在下电梯时，好巧不巧遇上了小美的情人老黑，而他也正好是丈夫的下属。小美在看到隔壁老王的那一刻，表情有一瞬的惊讶。虽然俩人在私下经常钻小旅社，但现在也只能装作不熟的样子。然而丈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You met my wife. I'm Jay. 小美赶忙抢答说，他们在去年的圣诞晚会上遇到。老黑也连忙搭腔，不料丈夫却来了这么一句 You both know it wasn't a Christmas party. 此话一出，小美和老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难道丈夫发现了他俩之间的奸情？结果丈夫只是微微一笑。 It was a holiday party. 提心吊胆的两人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。在电梯里的几十秒，对于小美来说像过了100年那么长。夹在这两个男人之间，让她有种窒息的感觉。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，整个人都如同丢了魂一样。直到丈夫叫她才缓过神来。就这心理素质，还敢在老公的眼皮子底下偷吃。晚上，夫妻2人来到高档餐厅庆祝结婚纪念。在丈夫的要求下，小美乖乖地换上了她喜欢的红裙。男人从怀中掏出一份周年礼物，是比6周年拉菲草还刺激的11周年铁项链。谁曾想第2天，丈夫竟开枪自杀。女人拿起床边的电话，可是根本打不通。她又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对准手铐，几枪下去，里面竟然没有子弹。室内的温度越来越低，她只能强忍着恶心，拖着丈夫的尸体去找衣服。好不容易来到更衣室里面，却空空荡荡，只有一件洁白的婚纱悬挂在正中央。女人扯下婚纱，后面竟是个保险箱。可是现在的女人只想赶快离开这里。丈夫的尸体被垫在婚纱上，方便拖拽，而自己则穿上了丈夫的衬衫。就在下楼梯的时候，女人一个用力，竟和尸体一同滚下楼梯。她挣扎着起身，继续拖拽尸体，可屋外的情景让她彻底绝望。白雪连天，自己根本走不了多远就会被冻死。女人只能重新回到屋里，寻找一切对她来说有帮助的东西。这时她发现手机被丈夫扔到了花瓶里，她捞出手机，不断祈祷，好在手机还能开机。可还没等高兴，手机又花屏关机。她拉开抽屉，原本满是工具的厨房现在却什么也没有，所有东西都被男人清空了。好在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车钥匙，她用婚纱包住了脚，又是一阵费力的拖拽，扒下了丈夫裤子，这才足以让她拖着尸体来到车库。她将丈夫扶上副驾驶，然后费力的来到主驾，拿出钥匙启动车辆。他连忙启动空调，希望能变得暖和些，可温暖仅仅持续了几秒，
车子就再度熄火。女人气愤不已，只能大声的咒骂。打开车门，这才发现油箱已经被抽空，看来丈夫已经封死了她的所有活路。就在女人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时，丈夫却突然说了话，她被吓了一跳。仔细辨别之后，才发现是丈夫提前录好的声音。他痛诉女人出轨的事情，并宣称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。他将尸体拖回别墅，在洗手间里清洗了脸上的血迹，抬头看着自己，猛然发现了丈夫昨晚送自己的项链，她想要摘下来，可是项链却坚固异常，根本无法扯断。为了自救，她又带着尸体来到了地下室。原本这里也满是工具，现在却一样变得空空如也。没办法，她还得将尸体拖上去，可又是一个踉跄，再度被尸体拖了下来。You fucking hypocrite! 他一边碎碎念，一边拖行尸体，终于将他拖了上来。楼梯不高，却让他费尽了所有力气。女人知道现在还不能休息，她必须继续自救。暗房里，昨天还满是甜蜜的照片，今天就全都变了模样，满是老黑与她的合照，甚至还有她几年前遭受凌辱的照片。女人一转头，墙上的照片吓了她一跳，那个男人正是几年前侵犯她的凶手。这时，小美注意到了照片下方有一个留声机，上面的卡片写着播放。小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按下了播放键，里面缓缓传出小美的口供记录。当年那个独眼龙抢走她的相机，握着刀在她身上为所欲为。小美慌乱之中，用手中的钥匙戳伤了她的眼。黑暗的过往实在太可怕，她越听越崩溃，随手抓起旁边的工具，将留声机砸了个稀碎。一番折腾过后，小美露出一个几乎绝望的苦笑，她整个人狼狈不堪，感觉自己就快被一个死人折磨疯了。这时，小美突然听到了门外有脚步声，紧接着一个黑影出现在门前。她见敲门没人，就打算破门而入。小美赶紧冲过去，把门抵了个严严实实。这一天的奇葩经历令她早被吓破了胆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丈夫留的后手？门外的人说他是老黑。小美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查看，还真是她的老相好。刚才小美这一推门，差点把她的鼻子撞掉。然而女人现在无暇关心她的鼻子，她更好奇老黑怎么来了。男人说他收到了小美的求助短信，但是他手机早已被扔进了水缸，看来又是丈夫搞的鬼。小美神经紧绷了这么久，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个人影，又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，她也不再废话，连忙开门。老黑一进来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，浑身是血的小美，光溜溜的老板，俩人紧紧相连的手铐，这画面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老黑边打量着诡异的现场，边告诉小美Last night, the DA raided the entire office. They placed charges against Mark. Evidence of tampering on multiple cases. Why try to call you? 原来丈夫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完蛋了，所以他选择了自杀，也不想让老婆独活。本为他是因为被老婆背叛才寻死的疯批纯爱，结果是因为本来就必死无疑，顺带着拖老婆下水。老黑作为一名律师，他第一反应是在警察到来前编好故事。小美很无语，他认为只要说出真相就行了，还编故事干嘛？老黑闻言有些生气地指出小美的愚蠢，好端端的证据因为小美洗了个脸全都毁了。 You wash your face? Yeah, I rinsed my dead husband's blood and brains off. Why? Do you think that I did this? You gave us shit 5 minutes ago when you washed the evidence off your face. Call the fucking police! 荒郊野外，奸夫淫妇以及一个被枪杀的丈夫，如果实话实说，警方不怀疑他们才怪。小美被老黑的畏手畏脚气炸了毛，她这一天过得可谓是生不如死。丈夫在她面前莫名其妙的爆头，通讯全断，车里没油，工具一个也没有，还要拖着死尸到处走。情人更是来得莫名其妙，谁知道死鬼老公还有什么阴谋？现在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报警滚球。老黑觉得小美说的十分有道理，他刚要掏手机报警，却发现手机落在了车上。这时无垠血海中出现了一辆正朝这边驶来的汽车，看样子来者不善。老黑决定独自出门应付，并告诫女人一定不要出来。很快从车上下来一个黄毛，他声称自己是来修水管的。老黑给了黄毛250让他走，可是黄毛不肯，死活要进屋里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车上又下来了一个胡子男，他伸手指住黄毛，随即一个转身竟一刀刺进老黑的身体，房门被一脚踹开，胡子男手持利刃走进屋内。角落里的小美害怕至极，马上就要哭出声来。好在大胡子并没有发现他，可黄毛却吓傻了，他没有预料到大胡子竟然如此凶残，他怕了。What are you fucking doing? You just fucking relax.
黄毛已经开始崩溃，可还是被大胡子拽起，教育了一番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这二人就是奔着小美来的。而此时的小美已经拖着丈夫的尸体来到了船坞，她掀开帆布，终于发现了工具。她将丈夫的手放在船沿上，用船锚重重地砸下去，一下两下，终于砸断了丈夫的手臂。而此时的黄毛也发现了异样，顺着血迹来到了船坞。就在他拽开大门的时候，女人迅速地躲了起来。黄毛放慢脚步，小心地向前查看。可当他发现被爆头的男人时，瞬间就被吓得尿了裤子。在大胡子的带领下，他们再次来到船坞。这男人竟然换了姿势，手就在帆布下面。大胡子猛地掀开帆布，可下面却什么都没有。黄毛望着尸体，不停地恶心干呕。大胡子扳正尸体，忍不住大骂出声。原来这男人正是他们的雇主，而女人也被吓得瑟瑟发抖。面对高额赏金，大胡子依旧不肯放弃。他知道女人还在附近，因为他没有鞋子，跑不了多远。他撕开婚纱，开始缠绕脚掌，然后用力地拽下油管，顺着管路找到了一个油箱，这也让他找到了一丝活路。他拖着油箱跑向车库，可积雪却让他寸步难行。就在他拽起油箱再度起航时，黄毛却走了出来，女人直接躺下，成功地躲过了一劫。就在黄毛对着尸体转圈的时候，女人已经到达车库，可此时大胡子也走了出来。女人在挪动油箱时，不小心发出的声音吸引了他，就在女人泵油的时候走了进来。他看到足迹，知道女人就在附近，趁他低身查看，女人则躲在轮胎后面。在绕过来时，女人已经藏在车底。大胡子知道女人的想法，便用刀刺穿了轮胎。女人逃出来时，正巧碰到黄毛，于是赶忙跑到地下室中。不知道是直觉还是什么，大胡子也跟了进来。就在最后一刻，女人的脚消失在楼梯深处，她被夹在楼梯中间，上面是黄毛，下面是大胡子。就在他们向着女人缓缓逼近时，车库的汽车突然响了起来。女人的机智再次救了自己一命。她看着死去的老黑，眼神中满是不舍。可当下最重要的就是逃离这里，因为胡子男已经从车库出来。他把木棍横在地下室的门上，两人一前一后的进到屋子里。此时的他们已经确定女人就在这间屋子里。胡子男爬上阁楼，而此时的女人正躲在白布下。他一步步逼近，一把掀开白布，下面就是高尔夫球桶。一旁，女人突然抱起一杆打在胡子男头上，男人应声倒地。女人颤抖着从他身上掏出汽车钥匙，可就在这时，黄毛闻声而来。等他俯身查看时，女人突然出现，一下就干翻了黄毛。他关上房门，再砸断门锁，抽出锁芯，然后就朝着汽车跑去。他上车之后急忙锁门，可车窗却被一下砸破。男人打开车门，将女人拽了出来。在挣扎时，女人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可只是大喊了一声救命，电话就被男人抢了过去。黄毛大吼着要离开这，因为警察马上就会来。可大胡子怨念极深，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。I don't know the combination. We'll see about that. 等女人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再次与尸体锁在了一起。劫匪们推出保险柜，然后就准备切掉她的脚趾，逼问出保险柜密码。黄毛还心存善意，想要上前阻止，却被男人一把推开。而这也让黄毛发现了床下的手枪。No, please. 大胡子起身向黄毛要枪，可黄毛根本不给，并发誓自己一定会开枪。大胡子也只能放下匕首，来到保险箱旁边。黄毛将枪别在腰上，想不伤害任何人。就拿到钻石，他将枪收了起来，然后去给女人打开手铐。可他不知道，大胡子已经盯上了他腰上的枪。被放开之后，女人说出了一个日期，那是她和丈夫相遇的日子。大胡子一听，兴奋不已，直接拽着尸体去解锁指纹。指纹搞定，再输入女人说过的日期，保险箱被打开。殊不知，保险箱里藏着丈夫最后的杀招，里面只有一把锯子，上面写着钻石在他的心脏附近，是那条项链。女人闻言顿时紧张起来，她请求黄毛弄断它。就在黄毛尝试解开项链的时候，大胡子却不想再等了。他明白男人的意思，只有杀掉女人才能取出钻石。他抢过黄毛身后的枪，随后一拳砸倒黄毛，一枪下去竟没有子弹。女人快速起身想去拿刀，却被大胡子一把放倒。他手中的锯子对准了女人。黄毛这时突然跳到男人背后，双手死死环住他的脖子。大胡子挣扎着起身想甩开黄毛，他猛地用力向后仰去，谁知黄毛竟被他扎进了墙上的长钉。
黄毛死后，就彻底没人能阻止大胡子了。他扬言要割下女人的脑袋，女人也不肯坐以待毙。他手中的匕首猛地划向大胡子，却很快被他制住。大胡子一拳打掉女人手里的刀，女人被捶倒在地。他挣扎着快速向前爬，却被男人一刀扎进大腿。他尖叫着又被拖了回去。就在大胡子又一刀砸下时，女人把相框抵在自己身前，趁大胡子甩开相框的间隙，他捡起旁边的钳子，猛地砸向大胡子。他被砸晕在地，清醒后下意识地去抓女人，可手却被铐住了。他只得拖拽着男人的尸体去追女人，一不小心竟和尸体一起滚下楼梯。而此时的女人已经来到了车库，女人拖着受伤的腿，艰难地来到车上。幸好这时车子被成功发动，他毫不犹豫倒车出库，然后猛踩油门，想将大胡子撞死，可自己也失去控制，撞到一旁的木屋上。大胡子挣扎着爬起来，向驾驶室靠近。女人早就顺着木屋的后门爬到了冰面上，大胡子听到声音，拖着尸体追过来，两人一前一后，在寒冷的冰面上艰难爬行。最后大胡子还是抓住了女人的脚踝，将刀狠狠捅到冰面上，想用力掐死她。女人拼命抓住他的手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，只能一脚踹过去，拔出了身旁的刀。刺骨的湖水中，两人仍旧不死不休。大胡子将女人从后面抱住，狠狠勒住了她的脖子。女人却摸到他胸口的刀，拔下来往眼睛扎去。剧烈的疼痛让大胡子无声的惨叫，血雾一下炸开，他也被尸体拽着沉入漆黑的湖底。女人则奋力游到冰面底下。女人不顾刺骨的温度，精疲力竭地躺在冰面上，将无名指的结婚戒指缓缓摘了下来。戒指就这样落入了深不见底的湖里。不远处，警笛声终于响了起来。女人心底的爱意却随着戒指永远消失。无论富贵还是贫贱，健康还是疾病，如果爱是执念，那也许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开。